大家好，今天我要带你们看一个特别重要的以色列景点。这个景点呢，跟以色列的建国有关。那我们都知道嘛，以色列它在1948年的时候建国，但是其实这个背景是非常的复杂。那在联合国1947年11月底的时候通过了181号决议案，他们决定让这块土地上的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分治。那犹太人呢，他看这个结果他很不满意，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想要一个国家。那阿拉伯人呢，就决定就是攻打那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那从联合国宣布了这个决议案到1948年5月14号，这中间大概是5个多月的时间，以色列它都在打仗。那我们身后这个景点呢，叫做沙哈盖。它其实是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它中间它是一条山路嘛。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它的海拔是777，所以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它就是只有一个狭窄的通道。那这个通道的口呢，就是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叫做沙尔哈盖。那这个地方呢，在以色列打独立战争之前，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因为谁拿到了这个口，它就能够运输物资到耶路撒冷。那剩下历史等一下继续跟你们讲，我们先过去。那这个国家公园很小，我们刚刚在这边买票，然后这是厕所，然后就没有了，就是前面那个建筑物而已。但是它就放了一些影片，可以让我们来就是理解当时的背景。那这个建筑物本来呢是一个驿站，因为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中间就是走这条路，这是古老的朝圣路，所以在古老的朝圣路上就会有这样子的驿站，就让旅客可以休息，所以它就是翻修了这样子的一个古迹，然后变成一个放影片的地方。那边已经有一个人在那边等我们了。来这个地方一定要先预约，因为它就是有希伯来文场的跟英文场的。这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以色列它在庆祝国庆日的前一天会有阵亡将日纪念日，那所有的人都会停下来默哀，在早上11点的时候，那是每个社区都会有特别的仪式。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社区都有他们认识的人为了以色列，然后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因为这个国家是用命换来的，120万阿拉伯人跟60万犹太人。1948年3月22日，阿拉伯人切断了通往耶路撒冷的主要道路，10万名犹太人被围困在耶路撒冷。城内的居民缺乏食物、燃料、武器、药品。各地的犹太人想尽办法要送物资到耶路撒冷。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只有一条主要通道，却因为阿拉伯人在山上攻击运送物资的犹太车队，充满了危险。这条路是历史上的战场。这个很好玩，这是我们在看完影片以后，楼下这里有互动式的一些游戏，然后他会问你一些战争的问题，那你就要现在想自己是司令。然后碰到这种情况，你要怎么样子的反应？你要把你的答案放在左边或右边。士兵们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碰到了一个难题：通往耶路撒冷的路充满危险，四围都是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攻击带着物资的车队，所以车队必须自卫。装甲车会安置在车队前面、中间和后面来保护车队。挑战问题是，如果你是司令官，你有35辆卡车要保护，车里装着食物、衣服和燃料，日期是5月17日。你有3辆装甲车和36个士兵。原来的计划是走一条不熟悉的小路，但是你们从4面8方被攻击。你想跟殿后的装甲车联系，但是对方没有回应。那么你该继续还是等候殿后的装甲车做回应？好难呢。
大部分的人选择继续前进。司令官也同意，在危险地方停下来是很危险的。耶路撒冷居民的命运取决于食物、武器、炸药等的供应。当运输物资的路开始被攻击，全国上下的人都伸出援手，许多人放下手边所有工作，加入帮忙运输物资到耶路撒冷。很明显，如果卡车物资没有抵达，那耶路撒冷必定会沦陷。挑战问题是，请计算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天一共需要多少吨的物资？是30吨，大概是10辆卡车的物资，还是80吨，大概25辆卡车的物资？正确答案是80吨，也就是25辆卡车的物资。有很多天，连一辆卡车都没有成功抵达耶路撒冷，这些司机都是志愿者。挑战问题：卡车里的空位有限，你会选择运送弹药还是食物？选一个吧，送食物吧。你们大部分选食物。然而，本古里安总理收到的电报是，司令官在被围困的耶路撒冷说：“我愿意没有食物来打仗，但是我打仗不能没有子弹。”现在我们就是在模拟那时候他们搭这个车子。突然，阿拉伯人朝我们开火，有2辆卡车烧了起来。通讯兵拿电话给我说，最后那辆装甲车的指挥官想要跟你谈话。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情况很糟糕，我们被阿拉伯人包围了。他的装甲车开始回头，车上有许多受伤的人。如果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害怕，那就是被阿拉伯人活捉。接着他告诉我，他要把车炸了，然后我就听到爆炸声。我根本还来不及回答他任何话。1周里已经发生3次。耶西达、但以里、户勒大，一共80到90人被杀。于是本古里安决定用新的策略，从防御到进攻。纳粹行动开始，因为仅仅派装甲车保护车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占领这条路2侧的山岭。这样，想要攻击车队的人就没有办法去到那个攻击的位置。我们本来要到阿拉伯的户勒大，结果有一个年轻人跑来问我说，他为什么没有参与在这项行动当中。我说不是每个人都要去，有些人去，有些人留下来。他说，你们离开，就算只是1分钟，我也无法忍受，因为我经历了大屠杀，我已经没有父母。我回头看到年轻人在为自己挖坟墓。有一天从萨穆尔村回来后，我们挖了40个坟墓，一整排的尸体，1200人之中的431人，整个旅都阵亡了。他们是世上的盐，太惨了。在赫兹尔山的军人墓，你会看到强烈的痛苦回忆。我们珍惜手，我们爱这个国家，它当时还不存在，但我们已经爱它。我们宣布，在以色列土地上犹太国家的成立。对你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那在我身后呢是3辆车，那它第1辆车就是所谓的三明治车。我们刚刚有一个影片呢，就是好像在这样子的武装车里面，然后一起送物资，然后到耶路撒冷，然后就有听那个旁白讲述他的心情，非常的震撼。那这其他的这个是公车，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特拉维夫的公车到耶路撒冷。现在你在耶路撒冷会看到绿色的公车 EGGED， 就是同一家公司。欢迎上车。可能大家比较想看它。这就是一般的物资的车。那刚刚的这些影片从头到尾大概45分钟，很生动的让来参观的人可以知道以色列在建国的时候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那让我很感动的部分，有从加利利人他们特别的要把鱼送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就是希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即便是在围困的时候，在安息日还是可以有鱼可以吃。那当时建国的时候，犹太人的这种团结的心很令人敬佩，甚至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嘛。很多的这些送物资进去的年轻人，他们自己也都是10几岁的小孩。那现在以色列也还是在战争当中，你也同样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那种团结的心，为了国家，他们会放下他们自己的生活，尽他们所能的去帮助彼此。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景点。那知道这个国家不是他们白白得来，好像就是联合国签什么东西，犹太人就有国家，不是的，他们真的是在这个环境之下，阿拉伯人从上面开枪，让他们没有办法送物资进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10万的犹太人，可能就这样子就会，因为那个背景之下，已经有1200个犹太人已经被阿拉伯人杀了，所以才会在影片里面有看到有人说，当他们的卡车被攻击，他们最害怕的是被阿拉伯人活捉，就可能就会被残忍的对待，所以他们就选择就是自我了结。所以英国人还跟他们说，你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浪费力气、没有意义的一个活动、一个反抗吗？那他们不觉得，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很有意义的。有一天他们会有一个国家，他们已经爱这个他们眼睛还没有看到的国家，甚至愿意为这个国家来舍命。所以这就是以色列建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的环节，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你们按赞、留言、分享，然后也可以加入会员来支持这一个频道。谢谢大家，拜拜。